小五，是你在外头？四姐，我刚刚怎么喊你，你都不应声，真是吓死我了。瑞王那个人不好，姐姐你别喜欢他了好不好？也别为了他和父亲闹。娘说父亲将你关进柴房是为你好，你还好吗？这是小五，可来报信的人不是说小五死了吗？母亲伤心过度，抱着小五的尸体就跳了府内的水井里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何我还能再见到小五？这不是梦，是真的。糟了，四姐肯定是被父亲打傻了。娘，四姐傻了，她居然打自己的脸。这不是在梦里，小五还活着。这不是当年我常因调皮而被罚进的柴房吗？这是母亲当时怕我在柴房杂粮，偷偷加的柴火吧。母亲刘氏一共生了5个孩子，3儿2女，大儿2儿已经成婚，3女儿也已经许配了人家，明年就举行婚礼。我排名第4，是5个兄弟姐妹中最淘气任性的那一个，所以从小到大，这间柴房我进过无数次。四妹怕冷，且留着应急。在底下，一定还在底下。二嫂，鸾儿回来了。我好像做了一场好长好长的噩梦，梦醒了，我还是那个任性的云家四小姐，因遭瑞王算计，被父亲误会关在这柴房里。真好啊，一切都还没发生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不行，我记得明日爹爹就会为我入宫请旨赐婚瑞王。北境敌寇犯边，朕准你赐婚之请。然云家军若愿出征退敌，凯旋之日便是大婚之期。臣接旨。可才过10天，噩耗就传回来，9万云家军全军覆没，死在黑风峡谷。世人皆道父亲急于冒进，通敌叔叔在此。一封伪信，云家满门，竟无一人存活。大声！云家军已除，云家倒台，这南楚的江山迟早是本王的。那封书信做得天衣无缝。不行，绝不能让父亲进宫。母亲，瑞王是狼，绝不能信他。母亲，你父亲下手也太重了，脸都肿成这样呀，额头怎么这么烫？鸾儿，你怎么了？快来人啊！传大夫，快传大夫！快，我背四妹回鸾凤阁。鸾儿，娘在这儿，娘在这儿。快掩上西窗，莫叫风侵了病体。二哥，嫂嫂，睡吧，娘守着。风寒入体，积血攻心致吐血，先服安神退烧汤，静养为上。如春，随大夫抓药，其余人先退下吧。我早就说不能关他，你偏不听。现在鸾儿丢了半条命，你满意了？娘，父亲也是一时生气，他心里也疼四妹。是啊，娘，四妹病着，咱们别吵了。娘，别骂爹爹了，四姐会好起来的。我何尝不疼他？只是瑞王萧玄瑞心术不正，绝非良配。圣上威力太子，无畏皇子夺嫡愈演愈烈。我们云家手握兵权，本想独善其身，可如今闹出这事，注定要卷入漩涡。不站队，只会被所有皇子视为眼中钉，迟早成为夺嫡的牺牲品。明日上朝，我就向皇上请旨，为鸾儿和瑞王赐婚。云鸾，你以为云家为什么会败？是我设计污蔑你父亲谋反，是我坑杀了9万云家军。将军天不亮就进宫了，说是要给四小姐请旨赐婚呢。不行，绝不能让父亲去。鸾儿，你怎么起来了？快躺下，你还发着绕呢。是啊，四妹，有什么事等你病好了再说。母亲，我想明白了，瑞王不是我的良人，
那个噩梦太真实了，我不能拿云家所有人的性命去赌。如春，备马车。小姐，您的身体……快去！鸾儿，你要去哪里？你父亲已经进宫了。四妹，你别冲动，我替你去拦父亲。三姐，我长大了，我自己的婚事，我自己去解决。三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平安回来的。快，去宫门口，一定要拦住父亲。王爷，镇国将军云父卿已到宫门口，似是因云四小姐病重，要入宫向皇上求赐婚圣旨。蠢货，果然如本王所料。立刻传信边境，按原计划放出敌国进犯的消息。待云父卿接了圣旨，领兵出征，本王便借着云家军的实力，向父皇邀功。备车，更衣入宫。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！父亲，父亲别走！站住！皇宫禁地，岂容擅闯！无令牌不得入宫，退下！难道就算做了那场噩梦，我还是改变不了云家覆灭的命运？小四，大哥，我不要嫁给瑞王，我真的不要嫁给他。大哥信你，别怕，大哥带你进去。父亲，等一下！鸾儿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还发着烧呢。我这就去为你求赐婚圣旨，等你病好了，风风光光嫁入瑞王府。父亲，我不要嫁给他。以前是我不懂事，被猪油蒙了心，如今大病一场，我终于明白您说的是对的。萧玄瑞心术不正，根本不是我的良人。求父亲不要去求那道圣旨。你真的想明白了，过了今日，可就再也没有机会反悔了。我绝不后悔。好，不愧是我云家的女儿。你说不求，那便不求。这婚咱们不结了。对不起，父亲，以前都是女儿任性，让您和母亲担心了。珊儿，先带你妹妹回家养病，这里的事我来处理。800里加急，边境紧急军情！加急军情，梦里这个时候也是这道圣旨，让瑞章成了副将。可是，鸾儿，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。现在瑞王的第一步棋被我毁了，他定会开启第二步计划。金白脸，这胎记也太吓人了，谁会买它？大户人家买奴婢都挑水灵的，他这副尊容。尹白河，梦中你入府逼死我母亲，这次你休想！贵人救命！求求您买了我，让我安葬阿母，奴婢定涌泉相报。这姑娘实在可怜。大哥，别动！满大街这么多人，你凭什么只拦我云府的车？奴婢听闻云府最是心善。我云府是心善，可你找错人了。我可是京城出了名的纨绔，天下受苦人多了，我凭什么救你？云四小姐，这姑娘看着可怜，你若见死不救，被瑞王殿下知道了，他最厌冷硬女子，怎会娶你为妃？你赶紧买了她，带回将军府，
我可以在王爷面前替你美言几句，当做你送我这块玉佩的回报，如何？这小厮会拿捏，谁不知道云四小姐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瑞王不理她。这就对了，四小姐到底是聪明人，是吗？我正找大哥的玉佩，原来是你这狗奴才偷的。奴才偷东西就该付出代价。云岚，你疯了！这明明是你为了讨好王爷送我的，你就不怕我去告诉王爷你今日所作所为？你尽管回去告诉萧玄瑞，我与他从此一刀两断。确实，这夏家东西偷了先皇赏赐，就该罚。云岚，你给我等着，瑞王不会放过你的！走什么？这场戏还没演完呢。姑娘，别说我不帮你，看你这么可怜，我若见死不救，岂不辜负了这满大街的看客？四小姐，你要做什么？各位，这女子其实是难处千年难遇的大美人，为了不让各位遗憾，我今日便揭开她的真面目。天哪，洗干净了竟然这么美！我出50两，100两，老子要了1000两！这等美人，谁抢到谁是福气！瞧瞧，为奴为婢多委屈，去当个宠妾，吃香的喝辣的多好，是吧，尹白莲？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？大哥，走吧。鸾儿，如春，快回府请府医。是。云父亲怎么还不提赐婚的事？这老狐狸在等什么？边境告急，云父卿，朕命你为帅，即刻点兵20万出征。臣领旨。云爱卿，你且在皇子中选一人为副将，随军历练。臣选黄三子义王。儿臣领旨。云将军，本王听说栾二受了风寒，本想待会儿去探望，不知他……王爷客气，小女前几日糊涂，冒犯了王爷金安，好在没酿成大错。她已意识到错误，绝不会再叨扰王爷。微臣甲胄在身，急于出征，先行告退。那草包竟然真能割舍得下。王爷，魏明出事了，尹姑娘没能入府，被云四小姐当众拍卖了，魏明还被她砍伤了手。你说什么？他居然敢动我的人！王爷，现在计划全乱了，尹姑娘那边也陷入危机。救出尹白莲，若少了一根毫毛，你提头来见！在这世上，还没我萧玄瑞做不到的事。既然云家不识抬举，那便开启备用计划。萧玄瑞不会罢休，尹白莲进不了府，他肯定会还有其他的方法。小姐，快喝药吧，喝了出一身汗，风寒就好了。能是谁呢？把尹白莲塞进来，无非就是美人计。父亲手下好色的也就只有韩当，但韩当一直这些年不是没人暗地里收买韩当，让他背弃父亲，但韩当从未起过异心。萧玄瑞的这个美人计，对韩当真的管用吗？糟了，我竟忘了今日是燕王出事的日子，梦里就是今晚，萧庭燕会被心腹婢女毒杀，那婢女是萧玄瑞安插了10年的棋子。萧庭燕若死，10万北境兵权易主，云家将彻底孤立无援。叫二哥速来见我，快！小四，出什么事了？二哥，你轻功绝顶，避开所有人，潜入燕王府，必须亲眼看着燕王拆开此信。潜入王府，那是谋逆死罪。二哥，你信我，这一封信救的是燕王的命，也是云家的命。哥去，你等我。阿爹，不能出征，黑风峡谷是死地，我梦见9万云家军血流成河，你和哥哥们都回不来。胡闹！圣旨已下，你竟因一个梦阻拦大军，还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话。父亲，那个梦太真实了，我们不能拿家里人的命去赌。瑞王会策反韩琦、刘帆，有人会在你书房放通敌信。阿爹，求你除掉他们！住口！还
韩琦随我征战30年，周成我挡箭瞎了一眼，刘帆为护你母亲全家惨死。你为了一个瑞王，竟然要我杀自己的兄弟，你疯了！若我有一句虚言，如同碎瓷，万劫不复。你烧糊涂了，满嘴疯话。阿爹，那是9万条命。来人，送四小姐回房禁足10天，若让她踏出房门半步，家法伺候。将军，四小姐没事吧？我怎么听着一直哭喊呢？不用管她，少的竟说些胡话，不必理会。二哥呢？大哥呢？他们等不及了。大军已发，你二哥说你交代的事他也已经办妥了。那大哥呢？大哥也走了吗？是啊，大哥早就走了，比公爹还早。小四，你有事要找他们吗？小四，你病还没好，要去哪儿？快看，是四小姐！四小姐带病追来，莫不是来送瑞王的？四小姐，瑞王殿下在前面等你呢，早点喝上你们的喜酒啊！坏了本王的事，现在倒想起来要求本王原谅了。四小姐对王爷这片痴心，真是感天动地。云鸾，想让本王原谅，得看你。瑞王，请让一让，你挡着我的路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好狗不挡道。让开！我要找我大哥。小四，父亲罚你禁足，你怎敢抗命追来？又想家法？你虽任性惯了，不怕父亲。大哥，我从家里急匆匆的赶过来，是有事要告知你。大哥，我昨晚做了个梦，我梦见瑞王会联合父亲身边的几个副将，将9万云家军堵在黑风峡岭，意图坑杀你们。你千万要注意韩琦、刘帆、周成这3个人，他们可能会背叛父亲，投奔瑞王。小四，如果你真的做了这个梦，那也只是梦境而已。梦境如何与现实挂界？你简直是胡闹之极。大哥，听我说，这个梦并非不可信，燕王府也查出了这个消息。萧玄瑞已策反韩琦、刘帆，他们要把云家军引入黑风峡谷，那里三面环山，有进无出。你从未去过边境，怎知黑风峡谷的地貌？大哥，这是燕王给我的地图。大哥，求你了，提防韩琦，一定要带着阿爹和二哥平安归来。小四，你那封信救了燕王的命。他可曾起疑？他故意打翻茶盏，那猫舔了茶水，当场毙命。燕王说他欠你一命。王家水太深，以后离萧庭燕远点。二哥，咱们云家已在漩涡之中，你记得万事听大哥的，别信萧玄瑞。行了，在家乖乖等我回来。四小姐，你是云家军的军宠，可别淋坏了。阿爹，哥哥，你们一定要回来。自己能站稳吗？云鸾见过燕王殿下。就是他救了本王。燕王殿下，此信事关生死，看后便知。殿下，药要凉了。伺候本王10年，辛苦了。回去告诉云鸾，这个情本王接了。你见过本王？曾经在宫里有幸见过殿下的天人姿容。王爷，臣女已经无碍了，多谢王爷。奴才拜见燕王。起。王爷，你太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了。你有什么事情不能交代给属下们去做吗？让旁人带他过来，难道他会死吗？你身体本来就不好，如今又淋了雨，明日肯定会感染风寒的。你就算不顾念自己的身体，也该为我们这些下人想想。他的命难道还比王爷珍贵？作为奴才的，这样编排主子真的好吗？况且这些冷言冷语，
应该是针对我的吧？抱歉，王爷，是我连累了你。黑翼，你闭嘴！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没大没小，赶紧退下！黑翼，这个少年竟然是黑翼，在梦里，他可是萧玄瑞最忌惮的劲敌。这女人怎么回事？一直盯着我不放，难道是看上我了？此女肯定是有意接近王爷，要么图财，要么图色，又或者是图权。反正这3样，王爷是占了个10成10。收起你的口水，别见到一个好看的男人就犯花痴。黑翼，我真没那个意思。黑翼的性子素来任性，你别和他一般见识。我可不敢跟他一般见识，这个少年可不能轻易招惹啊。不用了，王爷，你让你二哥给本王传信的事，本王想和你好好谈一谈。本王知道，你不会无缘无故的帮衬本王。过来坐吧。先将这药喝了，对治疗风寒有奇效。你怎知我感染了风寒？云四小姐为瑞王生病殉情的事，这几日早就传遍整个京都，也不是什么秘密。喝得这么痛快，难道不怕本王对你下药？你我没有私怨，没什么理由要害我。既然我打算救你，就信得过你的为人。否则，你若是那种恶贯满盈之徒，我也不会多管闲事，让二哥冒险闯入燕王府。以你燕王府的防备，可不是那么容易闯入，也是得亏我二哥轻功还不错。你怎知燕王府里有机关？燕王不觉得这句话问得很是多余吗？我既然都能知道那个婢女要对你下毒，又怎会不知你府内什么防卫？这个花痴居然在王爷面前故弄玄虚，他想以此引起王爷的注意吗？王爷这是什么眼神？难道还真是被他给迷惑了？不行，王爷他是属于明月郡主的，除了郡主，这世上的任何女子都配不上王爷。王爷，你也知道，我之前痴恋瑞王，时常缠在他身边，所以他的很多秘密我都知晓。你身边那个婢女，她从一开始就是瑞王安排的人，她用了最长的时间，慢慢的获取王爷的信任。这份心性，想必很少有人能够做到。瑞王不是一个好对付的角色，他的心性，包括依附他的那些人、那些势力，都不容小觑。尤其是当朝贵妃娘娘，她早就在暗中为瑞王造势了。朝堂上几乎有大半的臣子都在暗中依附瑞王了。瑞王登上储君之位，这是迟早的事。虽说燕王你是先皇幼子，并不参与夺嫡争争，可你手上握有北地10万兵权。当然，这10万兵权经由多年演变，谁也猜不到王爷发展到了什么恐怖的规模。瑞王忌惮，诸位皇子王爷忌惮，坐在那个位置的人肯定也在忌惮。王爷一日不除，你手里握着的兵权，他们一日拿不到手，那么你就永远是他们坐拥江山的威胁。瑞王为了替陛下分忧，筹谋到最大的王牌，他这才将目标瞄准了掌握重兵、被陛下所忌惮的人。他的分析无疑是一针见血，戳中真正的要害。他这份认知，放眼整个南楚，估计都很难找到一个女子能有这样独特犀利的剑法。人人都说云四小姐云鸾是个文不成武不就的草包，但是今日一见，看来传闻终究是传闻。若她这样聪慧的女子都能称为草包，那这天下恐怕就没有聪明人了。所以呢，这就是云四小姐帮本王的理由吗？你不是喜欢瑞王吗？为什么要出卖她，反过来帮本王？瑞王的本事很大，他登上储君之位指日可待。你依附上他，加入瑞王府，你可能就是未来的太子妃，未来的皇后了。放着这么一个大好前途你不走，偏偏要和他反其道而行。云四小姐，恕本王愚弱，实在想不明白你的心思。或者是，这是你与他的计谋，一个人在明，一人在暗。你利用那个婢女接近本王，想换取本王的信任，之后再谋算着本王手里的兵权。对，王爷，他肯定就是这样打算的。京都城的人谁不知道，云四小姐对瑞王痴情无比，只要瑞王一句话，他恨不得能豁出所有，把他想要的都捧到他面前。我就不信他能突然就不爱瑞王了，要与他反目成仇。瑞王并没有对他做什么，他有何理由背叛瑞王而帮衬我们？这根本就解释不通。此女心怀叵测，肯定是瑞王派来故意迷惑王爷的棋子。王爷，你可千万别信他。退下！如何行事，本王自有决断。你若是再不听从本王命令，本王立即将你驱逐京都，回北地去。想要博取燕王的信任，果然不会那么容易啊。不过即使再难，为了云家，我也必须坚持。燕王，若我说，在当今陛下的眼里，他忌惮的不只是王爷北地的兵权，还有我父亲手里的兵权呢。瑞王身为陛下最宠爱的儿子，他自是明白陛下的心思。他为了投其所好，
必然是要在除却王爷的同时，也会将云家这个障碍拔除。倒是没想到云岚居然会想到这更深层的问题。是啊，当今皇上忌惮他北地的兵权，自然也会忌惮镇国军手里的9万云家军。倘若他们两方一联手，整个南楚皇室就岌岌可危。所以萧玄瑞才会如此费尽心思，欲要铲除他这条命。你是想要本王和云家联合一起对抗瑞王的势力吗？你难道真的能为了云家舍得与瑞王背道而驰，反目成仇？本王可是听说你10岁起就喜欢上了瑞王，这些年为他做了不少的傻事，一度成为京都城的笑话。王爷，那些是我愚昧无知的丑闻，你能别一直揭露我的伤疤了吗？我知道以前的我很蠢很笨，但是知错能加善莫大焉，浪子回头金不换啊！我知道王爷肯定会有很多顾虑，你现在不相信我也没关系，接下来我会想法子让你信任我的。来日方长，我们拭目以待吧。时候不早了，我就不打扰王爷休息了，告辞。他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逃避了我的问题。难道说，在他心里，他还记挂着瑞王？他如今突然与瑞王反目，应该是无意间撞破了瑞王暗中的计划。这个计划让他得知瑞王不可信，瑞王打算朝云家下手，所以他才会及时遏制自己的感情，选择与瑞王对抗，以此来保护他的家人。但遏制并不代表他忘了瑞王，不再爱瑞王了。这个女儿可真是我的冤家，一天到晚都不让我省心，真是要活活气死我呀！四小姐真是太任性了，将军的命令她也敢违抗。是啊，这要是换成其他人，估计早就被打板子了。今日云岚这事似乎在府里闹大了，我若不做出处罚，可能难以平复府中人心。可鸾儿的风寒还没痊愈呢。母亲，别生气，或许小厮是有事忙去了。他难道不知道自己还感染着风寒吗？不好好的养病，到处乱跑。他还说不喜欢瑞王了，我看他明明就是舍不得瑞王，去送他去了。母亲，这个你可能误会了，小厮应该是去送大哥与我夫君去了。真的，我家小姐是去找大公子二大哥的，并不是去找瑞王的。只要这个冤家心里真的放下了瑞王，那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。就是这天色都这么深浓了，她一个姑娘家还没归家，实在让人忧心至极。母亲，跪下！母亲息怒，还好刚刚燕王让我服用了1碗汤药，要不然我这身子还真不一定挨得住。你父亲明明尽了你的足，你却擅作主张出府，不把你父亲的命令放在眼里。云岚，俗话说家有家规，国有国法，如果今天不罚你，我以后还怎么管理偌大的将军府？母亲说的是，我的确做错了事，没有遵循父亲的命令，老实在府内禁足。母亲要罚我，我绝无二话，甘心领罚。好，既如此，你就跪在这里1个时辰，1个时辰不许起身，否则惩罚加倍。母亲，谁都不许求情，谁若开口，我再加半个时辰罚跪。我记得小厮在出门时并没有拿披风才对，怎出去一趟身上多了件披风？这胡尘看着如此精致华贵，不像是将军府的制造啊！小厮在回府前是去了哪里呢？小姐，你没事吧？你还能坚持吗？要是不行，你干脆就假装昏迷过去。反正你染了风寒，就算是现在昏过去了，别人也不能说什么。你个小丫头，鬼点子倒是多。这些点子可都是小姐你曾经玩上下的。这份荣耀是云家100年将士用血与泪从战场上挣回来的。他们忠君为国，但如果君不是君，国不成国呢？萧玄瑞这样的人，我绝不可能再让他掌控这南楚江山。如春，有件事我需要吩咐你去办。小姐有什么吩咐尽管说，奴婢一定替你办到。小厮，你把这个垫子垫上，这地上凉又硬，正常人都受不住，更别说你了。你赶紧垫上。这个惩罚是我该受的，亦是我心甘情愿的。唯有吃些苦头，才能长记性，才能记住什么事该做，什么事不该做。你这丫头，平日里比谁都喜欢偷懒耍滑，如今你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。小厮，你到底经历了什么事？怎么就像变了个人似的？小厮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三姐，有些事我想和你说说，或许这些事会颠覆你以往的认知，或许你不太相信，但是我不想瞒着你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未来的风风雨雨，我们要一起携手面对，才能帮着云家挺过这场浩劫。三姐，你愿意相信我吗？小厮别哭，三姐信你，无论你说什么，三姐都信你。你虽然素日很是纨绔胡闹，但三姐知道我家小厮比谁都善良单纯。我哪有三姐您说的这么好？有三姐这句话，我就安心了。
三姐，你是不是很奇怪？我为什么突然不喜欢瑞王？为什么这2日会变化这么大吗？所以小紫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几天前我与瑞王私下相会，其实是被他算计了。那时候我睡得迷迷糊糊，并没有昏迷过去。瑞王以为我不省人事，所以与心腹在隔壁议事，我将他们的议事内容听了个一清二楚。瑞王说他毁坏我的名声，好让将军府彻底和他捆绑在一起，唆使我逼着父亲向皇上求婚。小四，此话当真？就因为听到了他的筹谋，所以我醒来后才会竭力阻止父亲向陛下请求赐婚圣旨。那你怎么不告诉父亲实情啊？这个瑞王简直太过分了，他是想拿着我们一家人当傻子般耍弄吗？他怎能如此糟蹋你的真心，践踏你的感情？我怀疑瑞王这背后还会有更大的阴谋在等着我们将军府，所以接下来我必须借助你的力量去阻止瑞王的阴谋。瑞王可真是卑鄙至极，我就知道他不是真心喜欢你的。小四，这样的男人我们不要也罢。我就说你那么喜欢瑞王，怎么好好的突然就不喜欢了？他那么伤你，小四，你心里是不是很痛？痛吗？那肯定是痛的。我曾经捧着一颗赤诚之心去爱他，他却将我的真心糟蹋得一文不值。三姐，我不痛，一切都过去了。傻丫头，你怎么可能不痛呢？我刚刚真是问了一个傻问题。小四，你别伤心，别难过，以后让三姐好好疼你，三姐有什么好的都会给你。小四，你想让三姐做什么，三姐都听你的。别急。小姐，那边有动静了，听说韩当将军遭遇刺杀，差点死了。当时有个农女恰好路过，救了韩副将一命。如今韩当将军与那农女都被送回了韩府，韩夫人正请了大夫替他们医治呢。继续。那个农女，我听韩府的下人都在议论，说她生的是国色天香，他们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美人。韩副将回府的时候，一直紧紧地拉着那农女的手，不许任何人将他们分开。韩夫人当时脸色惨白至极，那几个小妾也都如临大敌。这个农女果然是尹白莲，除了她的容貌让人如此惊艳，其他人恐怕达不到这种效果。尹姑娘呢？她在哪里？夫君别急，尹姑娘如今在隔壁房间休息，她没有什么大碍，就是受了一点皮外伤。夫君，你身上还有伤呢，你想要什么，让妾身帮你去办好吗？你烦不烦？我就是想看看尹姑娘，怎么，你是有什么意见吗？没，其实不是这个意思。来人，老爷，扶我去隔壁厢房。夫人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老爷分明是对这尹姑娘上了心，这府里都有那么多姬妾了，难道老爷还不满足，又想纳尹姑娘为妾吗？罢了，随他怎么折腾。这些年我承受的还不够吗？他从来都没尊重过我这个妻子。哎，夫人你也看开点吧，男人哪儿差不多都这样。不一样，云将军就不会这样。这些年你见过将军府进过什么小妾吗？云将军与将军夫人他们的夫妻感情才是最令人羡慕的。这天下的男人也就只有一个云将军啊。是啊，不是所有女人都如将军夫人那么好命的。韩将军，尹姑娘，你别动，你继续躺着。是牵扯到伤口了吗？那肯定很疼。我让大夫再过来，给你开一些止疼药。不用了，昨晚大夫已经开了止疼药。我就是没有受过这样的疼痛，所以才有些娇气了。真是连累尹姑娘受罪了。你对我的大恩大德，我实在无以为报啊。从此我韩当这条命都是你的。韩将军言重了，能有机会救了您这样的大英雄，是小女子三生有幸。姑娘真是高看我了，我哪里是什么大英雄啊？和镇国将军比起来，真是不值一提。将军此言差矣，我觉得你比镇国将军还要英勇，还要厉害呢。当年你要不是因为救了镇国将军，你的胳膊也不会废了，说不定你如今的声望比镇国将军高出不少呢。韩将军，你真的是我心中无人能比的大英雄。真没想到这女子居然会仰慕我，我这废了胳膊的人，竟也有人真心崇拜。尹姑娘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了，如果不是如此，我一个弱女子，怎有勇气冲出来搭救将军呢？哎，可惜，纵使我再仰慕将军，将军也有了妻子，我此生恐怕再也没了机会。待我养好伤后，我就会离开韩府，别哭，绝不让将军为难。你居然对我深情如此，我韩当何德何能，能得了你这样的爱慕啊？将军，今生我还能有机会成为你的妻子吗？我真的很爱将军，如果不能嫁给你为妻，我这辈子宁愿孤独终老。如果能娶了白莲为妻，我这一生只愿守着她一个人过。你真的愿意嫁给我为妻吗？可是，将军，你不是已有妻子了吗？虽然白莲很爱你，可我是绝不会给人做妾的。傻子，你那么好，
我怎么可能让你受委屈，让你做妾呢？将军的意思是，我与我夫人早就没了夫妻感情，这么多年，我早就看她不耐烦，想要休了她。将军，我并不想因为我而伤害韩夫人。尹姑娘，这件事与你无关，我早就想休了那个女人了。将军，你对我实在是太好了，可这样做，韩夫人她会伤心的吧？这不怪你，你不要自责，好好养伤，其他的都有我呢。我有事情要和你说。夫君，是什么事呢？这些年，其实我们的夫妻感情早就没了，所以我决定了，今天就给你写封休书，放你自由。休书？夫君，你要休了我？我早就想休了你，要不是将军发话，你能在韩府里做这么多年的当家主母吗？这句话你怎么有脸说出口的？当年是你上门，亲自跪在我父母面前，说要迎娶我的。你还发誓，若有一日负了我，天打雷劈不得好死。可我们成婚没2年，就因为你纳妾的事，我不小心小产，从此患上大病，再也无法生育子嗣。别和我废话，回忆什么曾经。总之，我是一家之主，我做的任何决定，你只能接受。你如此急切的想要休了我，是不是为了那个尹姑娘？我们的事情，你不要牵扯到别人。我去写休书，你赶紧收拾收拾包裹，1个时辰后，我让人送你去别馆。夫人，老爷他怎么能这么对你呀？这些年，韩府若是没你打理，如何有今日的安顿和谐？当年老爷断了一条手臂，若没有你的细心照料，他早就死了。这就是韩当，这就是独属于他的薄情寡义。这么多年，我的全心付出，如何能抵得过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？我早该想到这一点的。夫人，那我们该怎么办啊？难道真的要被老爷休了，被赶出府，滚到别院去吗？那别院根本不是人住的地方。夫君，你真的决定好要休弃我了是吗？不顾我们多年夫妻情谊，无情冷酷的要将我逼入绝路是吗？休弃你之后，我又不是说不管你了，你有必要将话说的这么难听吗？难道不是吗？当然不是，我们只是夫妻感情不和，无法走到最后了而已。韩当，但凡你真有一点点良知，你给我的就不会是休书，而是和离书。你知道一个女人被自己的夫君休弃意味着什么吗？少废话，拿着休书赶紧走。夫人，你放心的去，老奴等会儿就跟去。何必呢？答应我，好好活着好吗？我不阻挠夫人您，夫人也不要阻止我。你我主仆这么多年，我不能让你孤孤单单的走。好，如果有来生，就让我做奴婢，你做主子，让我好好报答你的不离不弃。夫人，下辈子老奴还做你的奴婢。来，让老奴最后再服侍你一次。韩副将当真如此狠心，眼睁睁的让人看着韩夫人自尽。在韩当眼里，这糟糠之妻早就成了他的眼中钉、肉中刺了。韩夫人如果真的死了，他才是真正解脱了。难道他就不怕外人因此非议他，骂他薄情寡义、冷血无情？如果韩当怕的话，这么多年他就不会纳无数女人入府了。小四，我们赶紧出手救韩夫人吧。再怎么说，这都是一条人命。不急，只有人在真正面临死亡时，才能看清楚他究竟想要的是什么。凤凰浴火，涅槃重生，我们要救的不只是他的身体，还有他的灵魂。三小姐、四小姐，你们怎么来了？
四小姐，韩夫人，你可曾想过，如果你死了，那些造成你死亡悲剧的人会是什么样的生活？好好的养着，别再想不开寻死了。每个人的命都是弥足珍贵的，死都不怕了，还会怕活着吗？韩夫人，大夫说的话你能明白吗？你如果死了，到了黄泉地狱，你想过要怎么向你儿子交代吗？四小姐，你怎知我曾经有个儿子？我母亲曾经和我说过，她说若是那孩子没死，年纪应该和我差不多大小，是吗？我的孩子，我那可怜的儿子。没事了，一切都过去了。四小姐，这休书为何撕了？韩副将该给韩夫人的，不应该是休书，而是放妻书。休书这玩意儿，将军府是不会承认的。当初你和韩副将的婚约还是父亲保的媒，既然是父亲保的媒，韩副将根本就没资格给你休书。四小姐，韩当他就是个自私自利、无耻之徒，你一个小姑娘，恐怕不是他的对手。这件事儿还是交给我来办吧。管家，你去通知韩当，就说我在前厅等着他。如果他不来，你就告诉他，我死都不怕，也不怕拖着府里的人一起死。是，奴才这就喊老爷。多谢四小姐，大恩不言谢。小姐，韩副将和韩夫人彻底吵开了。刚开始韩副将甚至还差点打了韩夫人，谁知韩夫人不知道说了一句什么，韩副将没敢打他，然后韩副将便在府里疯狂的砸东西，屋里的、厅堂上的，还有院里的，凡是能砸的东西都砸了。夫人刚刚去了一趟，没看见韩副将，安慰了韩夫人几句，又回来了。回来后就让人闭紧门窗，不得外出，更不许过问韩府里的事。母亲这样的做法是非常正确的。韩府如今闹得鸡犬不宁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父亲他们出征边疆，将军府断然不能牵扯在其中。将军，我恐怕不能和你一起长相厮守了。怎么了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我哥哥刚让人给我传的信，他说他今天白天去赌坊欠了东家很多钱，他没钱还，将我抵押给了赌坊。我只有这一个哥哥，我得去救。白莲，别哭，你不是还有我吗？你放心，这件事我帮你解决，我一定会把你哥哥给救出来的。将军，谢谢你，你真好。我来赎人，这边请。你是我妹妹派来的人吗？我妹妹她在哪里？让她快来救我。银票在这儿，人我带走了。他欠了你们多少钱，我都可以替他还上。至于他妹妹，你们就别肖想了。韩副将，在下之前听过你的威名，一直对你敬仰有加。可是这件事你这样整，我可就没法向我背后的主人交代了。实话不相瞒，我背后的主子早就看中了尹白林，所以我们今日才算计了一出戏，故意将尹涛套住了。你这意思是，今天这事儿解决不了了？是，我们老板要的就是尹姑娘这个人，所以还请韩副将就此离去吧。你这个无耻小人，你背后的主子究竟有何来头？难道你们就不怕得罪了将军府，得罪了云家军吗？实话告诉你，我们还真的不怕。将军府和云家军再如何厉害，能比得过堂堂一国王爷吗？韩父亲，你说是吗？王爷，其实还有一个方法能够解决这件事，端看韩副相要不要这个机会了。如果你能替王爷做成一件事，你不仅可以抱得美人归，还能再也不用看着将军府的脸色过日子。此话当真？你们都退下！王爷这里有封信，一直不知道能用什么样的方法送进云将军的书房。不知道。
韩副将能不能替王爷将这封信送进去呢？那是封什么信？你别管是什么信，你只需要送进去就行。这么简单的事情，我想韩副相一定能办到吧？毕竟这件事除了你，别人还真是无法办到呢。不，这信我不能送。我和将军情同手足，他待我不薄，我不能给他招惹任何祸患。韩副将啊，韩副将，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，难道不是因为你牺牲了一条胳膊换来的吗？你别说了，你让我考虑考虑。来人，拿下！韩夫人这来势汹汹的架势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夫人是要趁着将军外出而就地处决我呢。尹姑娘，说笑了，我只是送你去该去的地方。你在说什么？你要把我带哪儿去？来人，将尹姑娘捆起来，带她去云家地牢见她的情郎韩当。属下见过韩副将。我进去给将军的书房打扫一下卫生。还想往哪里藏？韩副将，这大半夜的，你来我父亲书房，是又要偷我父亲收藏品呢，还是又看中了什么宝贵的东西，想要偷走换钱啊？小四，这次你可猜错了，韩副将不是要偷父亲的东西，而是送了父亲一封信。还好我刀法快，扎个正着，人赃俱获，否则这事儿说出去都不会有人信。素来对将军府忠心格格的韩当，居然背信弃义，伙同外人一起栽赃嫁祸将军府。夫人，我韩当一时糊涂，竟然被歹人利用了。这是一场针对我的阴谋，是有人嫉妒我得将军信任，从而想要用这个法子将我除掉。嫂子，我和将军患难与共，从无数次的生死里闯过来，我对他忠心耿耿。我就是一时糊涂走了歪路而已，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信里是什么内容。我以为就是有人传信给将军，想要和将军搭上关系的。韩副将，你不觉得你的辩解特别的苍白无力吗？你说有人嫁祸你，算计你，难道是有人拿着刀架在了你脖子上，逼着你将这封信送到父亲书房的吗？将那封信拿过来。是。韩当，这一封通敌卖国的信件，一旦被人发现公布于世，你可知将军府会面临什么地步？百年将府将会被彻底摧毁，云家几百口人将全都被诛杀殆尽，大厦将倾，兔死狗烹，云家将会彻底成为炼狱。只要云家一倒，梁国将彻底没有顾忌，长驱直入，攻破南楚国门。这些年，云家对你不薄啊，将军从来都没有亏待过你啊，你怎能做出如此狼心狗肺之事啊？韩作，你的良心呢？对我不薄，从来都没有亏待过我。这句话你是怎么有脸说出来的？我所得到的这一切，难道不是用我的胳膊换来的吗？我用一条胳膊换了他一条命。这10多年来，我不能再上战场，只能被困于这书房，颓废的度过下半生。不然我才是被百姓敬仰的大将军。你这样的话你也能说得出口？韩当，当初你胳膊废了的事，难道你自己不清楚原委吗？你为了立功，带着2万士兵不听从将军的吩咐，急弓冒进追击敌军而去，是将军带人去救你，那一箭就是朝你射去的，只是角度问题，让旁人以为是你在替将军挡箭。原来从始至终，你和云父亲都知道事情的原委，所以云父亲明明知道真相，他却假装不知，让我犹如个傻子般被他玩弄这么多年吗？母亲，你别气，和这样的人是讲不通道理的。这件事就交给我和小四处理吧。
韩当，你根本就不配与将军称兄道弟，像你这样的人，真让人作呕。我没错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我只想得到我想要的而已。我有什么错？错的是你们，是你们辜负了我，是你们让我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三姐，让人将他关入地牢吧。白莲，是你。将军，你怎会也被押了进来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难道你把事情搞砸了？你送信的事情被将军府人发现了吗？别提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当我将那封信塞入书房的书卷里时，将军夫人就带着人闯了进来。云清那个死丫头，还用暗器伤到了我的手。那封信呢？那封信呢？信被他们拿走了。白莲，我好像把这件事给搞砸了。搞砸了，失败了。白莲，你别怕，你哥哥那边，王爷早就答应我，无论此事成不成，他都会放了你哥哥的。搞砸了，失败了。韩当，你在骗我，对不对？事情没失败，一切都进行顺利，一切都进行顺利。白莲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对了，你没做错什么事，是谁将你关到这里来的？出去！韩当，你以为你还能出得去吗？韩当，你恐怕到现在还不知道，你心爱的白莲，她到底是什么人吧？云峦是你，对不对？从一开始你就知道了我的存在，所以我的所有动作与计划都在你的掌握之中。你分明知道我的身份，却假装不知，眼睁睁地看着我愚蠢地往你设好的坑里跳。尹姑娘，如今你是阶下囚，你的生死皆由我掌控。我且问你，你是想死呢，还是想活？你好好想想吧。四小姐门口有人递信来。这些天我派去边境的人迟迟没有消息，此时燕王传信约我，想来有什么消息。如春，备马车。是，四小姐。小四，我听说燕王约了你去酒楼。二少夫人也是关心小姐，燕王那个人不简单，还是要小心为妙。如春，你先退下吧。小四，你别怪如春，她也是担心你。我猜你上次在父亲出征时回来穿的那件大唐，应该就是出自燕王府吧？二嫂，你的眼光真毒，所以那天你就与燕王见了一面吗？那天我因为感染风寒，在回来的路上险些晕倒，是燕王救了我。小四，你别告诉二嫂，你之所以不想和瑞王在一起了，是因为这个燕王吧？二嫂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别误会，我和燕王就是有一面之缘而已。今日我们相约，也是因为我想报答一下他前几天救了我的事。小四，我可告诉你，父亲不喜欢瑞王是真，但他对燕王却更加忌惮。也不是燕王不好，是他的身份让这京都里的贵族都不敢靠近沾染。我的好二嫂，我自是明白的。如春，以后莫要将我的事告诉家里人，你就在马车上等着吧，我去便会。是，小姐。随我来。云四小姐，请坐。抱歉，无碍，是本王约你出来的，自然要尽到待客之道。云四小姐不必拘谨，本王不是洪水猛兽，不会吃了你。我倒是不怕燕王会吃了我，你是王爷，该有的规矩还是要有的。你身份尊贵，不应该让你侦查的。你我之间不需要讲究太多的身份规矩。好茶，不知道王爷突然约我，所谓何事？你是决定好了要与我达成合作吗？早在那一日，你我第一次相见，本王便已经决定了和你合作。这封信
就是本王与你合作的承诺。我倒是没想到萧庭燕居然会这么坦诚，会这么干脆。既然早就决定要与我合作，当日怎么没说？当时本王若是说了，你难道不会怀疑本王是答应的太过草率，从而不相信本王？那倒不至于。这是什么？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。有一点，本王得提醒云四小姐。什么？本王说的与你合作，只是与你个人，并不是将军府。为什么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多谢王爷。打开看看吧，应该对你很有。这几日，本王得知你派了不少人去边境，想打听那边的情况。他们刚到边境，便与梁国交战，云父亲带着将领大获全胜。萧玄瑞几次想要跟随云父亲出征，皆都被云父亲寻找借口给挡了回去。萧玄瑞在军营里没有任何机会接触云家军的人，云家军的人对他很是防备，他处处受限，根本掌握不了那里的实权。太好了，没有梦里的强景。多谢王爷的这份礼物，王爷果然睿智，很清楚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。不必客气。快，大夫，我家王爷渴得厉害，你赶紧进去瞧瞧。世人皆传燕王体弱多病，可区区风寒，绝不至于危重至此。王爷久治不愈，恐怕根本不是风寒，而是中了毒。黑衣，你随我出来，我有要事和你说。云四小姐，你没瞧见大夫正给王爷瞧病吗？我不瞎搭理你。此事关乎你家王爷的生死，你若想救他，就跟我出来。有什么话快说，若是敢消遣我，我问你，秦姬被抓入地房后，可招了什么？那个忘恩负义的女人，关进去没多久就吞毒自尽了。那秦姬身边那个叫盘儿的贴身丫鬟呢？如今人在何处？你打听盘儿做什么？盘儿可是明月郡主指派去伺候王爷的，在王府待了10几年，绝无一心。明月郡主指派的就一定忠心？秦姬在前面当靶子，盘儿才是他隐藏的后手。你家王爷久治不愈，就是他下的毒。够了！我看你在这无凭无据的栽赃盘儿，恶意抹黑郡主。黑衣，你个偏执愚昧的蠢货！你再这么护着内奸，迟早会害死萧庭燕。大人，不好了，王爷并非风寒，是中毒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！是剧毒。大人快派人入宫请太医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清醒了吗？就因为你刚才的固执和愚蠢，生生耽误了你家王爷大半天的生机。黑羽卫，留守这里，护住王爷，我去请太医。云姑娘，如今统领去请太医了，可盘人在王府，咱们……你们所有人现在听我调遣：第一，即刻封锁整座酒楼，绝对不能让王爷中毒的消息外泄，严防暗处的敌人趁虚而入。可我们是王爷的人，无统领之命。你们效忠的是燕王，不是黑翼。王爷命在旦夕，你还要等黑翼回来给王爷收尸吗？是，属下遵命。你带一队精锐立刻回王府，把盘儿给我死死按住，逼他交出解药，若敢反抗，格杀勿论。是。云姑娘，此乃绝世奇毒冰火之毒啊！冷热交替，反复折磨，3个时辰内若拿不到解药，王爷必定会脏腑崩裂而死啊！萧庭燕是我和云家唯一的靠山，我绝对不能让你死。大夫，去把酒楼里所有的后备柱全部拿过来，他冷时便用被子捂着，热时便用冰水擦拭。萧庭燕，你给我挺住，太医和解药马上就来，你绝对不能死。大夫，别瘫着，立刻去取最烈的酒来，用烈酒使劲揉搓他全身的肌肤，强行逼出他体内淤积的寒气。快去！是，小人这就去。
不是梦，我熬过半生风雨，身边皆是虚情假意，暗藏祸心之辈，竟从未有人这般不顾一切，倾尽所有的来救赎我。王爷，王爷没气儿了，王爷红了！闭嘴！再哭我割了你的舌头！萧庭燕，你给我听好，你是堂堂燕王，大仇未报，你怎么甘心死在这里？不要认命，更不要让暗中加害你的仇人如愿以偿。给我睁开眼！庭燕，前路荆棘密布，没人能庇护你一生，唯有咬牙自强，永不放弃，才能立足乱世。莫非活了？王爷活过来了，奇迹呀！王爷，您感觉如何？身子可暖和些了？启禀王爷，云姑娘潜藏在府中的握剪盘已成功捉拿归案。盘儿，她怎么会？王爷，盘儿就是继秦妃之后潜藏在你身边最深的卧底，你体内的冰火之毒就是出自她的手，而这种毒解一体，想要解毒，必须从她身上拿解药。黑羽卫听令，此案全权交由云姑娘处置，任何人不得干预。属下领命。多谢王爷信任，你的安危关乎我云府满门的存亡，于公于私，我都比任何人都不希望你出事。盘儿，看着我。婢子冤枉，王爷，婢子是明月郡主亲自指派来伺候您的，伺候了您10多年，怎么可能会是卧底？分明是他！云鸾因爱慕瑞王，被拒绝后因爱生恨，昨夜趁着与王爷独处，暗中下毒。如今抓我，不过是想找个替死鬼洗脱嫌疑。云姑娘，难不成真的是你贼喊捉贼？盘儿，你一直被锁在王府里，从未踏出王府一步，那你怎么会知道昨天王爷在酒楼毒发时，只有我与他独处？我是听看守我的黑羽卫大哥们说的。放屁！我们抓了你之后，一路上未曾吐露半个字，你从何听来？你故意将冰火毒的剂量缩减，就是为了让王爷离开王府后，在酒楼里才毒发倒地，好彻底洗清你自己的嫌疑，对吗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怎么会知道这些？我没有，我是无辜的，我要向郡主以死明志。自证清白，盘儿。冰火之毒极为特殊，毒药与解药共存，且必须要人体恒温才能保存活性。你为了潜伏不被发现，解药和毒瘾应该一直都藏在你的身上，从未取下过。按住他！黑羽卫，动手！王爷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是明月郡主的人，郡主若是知道了，绝对不会放过云岚这贱人的。明月是明月，你是你，没人能为奸佞赎罪。你拜入郡主门下前，便是瑞王的死事。将毒瘾和解药藏于自己的血管经脉里，这瑞王好狠毒、好缜密的手段啊！好了，毒线已拔，解药很快就能溶出。不好了，寒毒进去，潜藏在体内的烈火之毒瞬间反噬了。王爷现在内脏正在经受烈火炙烧，快服解药！王坤，你疯了！王爷病重，你竟然还开窗，你想冻死王爷吗？黑统领，王爷并非风寒，是中了冰火奇毒。赵太医，快请给王爷诊治！谁给你们的胆子？无本统领之命，竟敢私自潜入王府，折辱郡主送给王爷的贴身中途！启禀统领，是云姑娘查出盘儿就是下毒的真凶，属下这才……放屁！他说什么你们就信什么？黑衣大人，你要给婢子做主啊！云岚她分明就是瑞王派来的细作，她自己因爱生恨给王爷下毒，如今为了脱罪，竟然空口白牙的构陷婢子。盘儿，你少在这血口喷人！云姑娘刚才分明……婢子伺候了王爷10多年，一针一线皆是郡主嘱托。云岚如此败坏郡主的名声，其心可诛啊！云岚，你这个搬弄是非、意图谋害王下的妖女，今日本统领便先斩了你这个祸根！黑衣，你个蠢货，给姑住手！王爷，您为了他竟然骂属下，臣是在为您除掉奸佞啊！除掉奸佞，黑衣当年的秦姬你也说是忠臣，结果呢？黑统领，你糊涂啊！王爷能撑到现在，全靠云姑娘从盘儿体内挑出毒线。你现在是在恩将仇报，帮着凶手杀害王爷的救命恩人。盘儿，你告诉我，不是你对不对？蠢货，真是没用！云岚，你就算查出来是我下的毒，又如何？冰火之毒无药可解。王爷，婢子今天就算死，能拉着您一同给瑞王殿下铺路，婢子也值了。
黑翼，你平日里自诩忠心耿耿，不变忠先。你家王爷若真的殒命，真正的罪魁祸首就是你。王爷，属下知错，属下该死，属下只是感念明月郡主的救命之恩，才会昏了头，盲目相信庞爷。我想起来了，今天早上庞儿说那是郡主特意给您准备的驱寒参茶，是我亲手端进房里，看着您喝下去的。黑翼，看在多年的情分上，姑不杀你。自今日起，谢取你黑羽卫统领之职，逐出京都，永生不许再踏入京城一步。王爷，属下不走，属下知错，属下求您再给臣一次机会，臣留下来给您试毒，臣给您当牛做马。黑羽卫，将人拖走。统领得罪了。王爷，赵护，你不是太医吗？你快救王爷！微臣医术浅薄，对这冰火之毒，实在无能为力啊！云姑娘，求你救救王爷！我黑翼这条烂命，往后就是您的。赵太医，人都走了，你这眼睛滴溜溜直转，是在瞧哪里？云姑娘，微臣句句属实。你是不懂还是根本就不想治？秦姬、盘儿你们都是瑞王一条线上的蚂蚱，你想看着萧庭燕死，对不对？黑羽卫，将这阿野男带去诏狱，不，带去地牢，秘密处置了。没有解药，你们就等着给他收尸吧。毒瘾和解药共生，原来是要用下毒之人的温血方能析出解药。云姑娘，这药姑信你。解了，毒势进退，脉搏终于平稳了。云姑娘，真乃神人也！若非是您，王爷和老朽今日都命丧于此了。王爷，您感觉如何？身体可还有不适？体内的冰火折磨已尽数消散，姑感觉好多了。王爷，云姑娘，你们快看，黑衣他还跪在楼下的雨幕里呢，雨这么大，这他怕是撑不过去啊！他既已非我燕王府之人，是生是死与姑无关。关窗。老天有眼啊！王爷自幼体弱多病，常年药不离身，老奴伺候您10几年，还从未见您有过这般好胃口，竟然能吃下2碗粥。不过是2碗白粥，你至于哭得像个泪人似的，未免有些夸张做作了吧？云姑娘，老朽绝非做作，您不知道，王爷从前受尽折磨，常年食欲不振，极少有能吃下东西的时候。王爷，你怎么咳嗽了？可是旧疾复发，快，老朽这儿有定喘的丸药。姑没事。王坤，你太碍事了，给姑退下。王爷，您余毒刚侵，老朽得贴身伺候。你若再不退下，姑便让你去楼下同黑翼一块跪着。此番若非你舍命相救，姑早已命丧黄泉。云鸾，大恩不言谢，日后但凡你有所差遣，姑必定有求必应。王爷言重了，你我已是盟友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云家也需要王爷这个靠山。黑统领，起来吧，你再跪下去，身体哪撑得住？不，是我对不起王爷，是我有眼无珠，害王爷险些丧命。王爷不原谅我，我不起来。你糊涂啊！你明知盘儿身份可疑，王爷也曾多次暗示过你，你为何非要如此执迷不悟，一味的去护着他？因为我一直怀疑盘儿就是我幼年时失散的亲妹妹。
当年家中贫寒，我那好赌成性的父亲变卖家人，妹妹被迫与我分离。临走前，身上只留了这枚唯一的银镯作为念想。那天，这银镯从盘儿身上掉落，我以为她就是我找了10年的妹妹。我存了私心，我不想大义灭亲，我以为我可以护着她。黑夜，你简直愚蠢至极。你以为盘儿是你的妹妹？你可曾查过，你父亲当年将你妹妹卖去的是何地？瑞王早就深挖了你的身世软肋。你父亲当年变卖你妹妹后，私自将这枚值钱的银镯夺走瑞王手中。盘儿带着这只镯子接近你，不过是瑞王设下的一场局。他利用你对妹妹的亏欠与执念，将你当作最钝的刀，借你的手，差一点就亲手杀死了萧庭燕。王医师，照顾好王爷。黑羽卫，封死酒楼，不准任何人生事。回府。黑夜，你跟着我做什么？我说了，我无力改变燕王的决定，你该回酒楼去求他。黑翼，不求王爷原谅，黑翼罪孽深重，无颜再回王府。往后，臣愿追随云姑娘，入姑娘挥屏调遣，任打任罚，绝无怨言。收留你，你曾屡次与我为敌，视我如眼中钉。我云府不收留养不熟的狼，回吧。小四，快多吃些，瞧你这2日人都瘦了一圈。是啊，你身子骨底子薄，多补补。小四，先前因为大婚替嫁的事情，你爹执意罚你跪了1夜，娘当时也是太急了，你可有怨恨你爹和娘？娘，女儿怎么会怨您和爹？以前是女儿太任性，闯了祸，知错便该自省担责。往后女儿定会懂事，撑起咱们云家。好，好，真是娘的好女儿。二嫂，你随我回房。小四，怎么了？三姐，快去请大夫，立刻！小四，你实在是太小题大做了。我不过是这2日思虑着你二哥，睡眠有些不足，有些头晕罢了，何须这般大动干戈？恭喜老夫人，恭喜少夫人，大喜呀！少夫人这并非生病，乃是已有了1月余的喜脉呀。喜脉，天佑我云家！我云家终于要有后了！小四，多亏了你，你快替我给你二哥写封信，将这好消息送去边境，也让他宽宽心。好，我这就去写。云姑娘，王爷在云雀楼有要事相商。如春，叫马车，我有事出去一趟，别告诉母亲他们。是，四小姐。既然甩不掉，那便暂且随他去吧。云四小姐，昨日我得到密报，萧玄瑞虽然出征了，但他留在京城的心腹魏明最近行迹可疑，频繁出入城西。我担心萧玄瑞在临走前在京城留了暗器。魏明这个人似乎一直很低调，可现在因为我打乱了计划，有些事已经变了。既然如此，我必须先下手为强。多谢王爷提醒，魏明这颗钉子，我亲自去拔。多加小心。魏明，看看这是什么？你替萧玄瑞办的那些肮脏事，累累恶行，证据确凿。你以为你不说，我们就查不出来吗？你们怎么会有这些东西？不，这不可能！萧玄瑞在黑风山谷设局围剿我云家军，你深度参与其中。说，他的计划究竟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你休想从我嘴里掏出话来！瑞王殿下绝对不会放过你的！我的耐心有限，萧玄瑞为什么要赶尽杀绝？说，我说，
这次边境作乱，云父亲主动点名让翼王出征，可从一开始，翼王他就是王爷的人，王爷部的局没有受到任何影响。翼王素来中立，怎会甘愿受萧玄瑞摆布，沦为他的棋子？是因为宋城，瑞王用禁药控制住了宋城，翼王宠妻如命，为了保住怀有身孕的翼王妃和宋家，只能听命行事，手持圣上密令，逼迫大将军进入凶险的黑风峡谷。光凭密令，我父兄绝不会毫无防备。谷中到底还有什么阴谋？下药，那些副将早已暗中投靠了瑞王，他们在军中的饮水里下了药，致使所有云家军将士内力尽失，根本无力御敌。等大军入谷，他们便封死出入口，用毒烟和羽箭，要将9万云家军尽数坑杀。而且，瑞王已经布好了后续，待云家军覆灭，就罗织通敌叛国的罪名栽赃给云家，让云家彻底覆灭，永世不得翻身啊！萧玄瑞，你好狠的毒计！我得去一趟前线。云峦，王爷，没有时间了。本王都知道了，你打算去前线对吗？王爷，求你借我黑羽卫，我要即刻赶赴边境。好，给你。本王也曾如他这般，眼睁睁看着双亲离去，却无能为力。这种痛，本王懂。王爷，属下请命，追随云四小姐奔赴边境。这一次边境之行凶险万千，属下愿以性命护四小姐周全，弥补属下曾经的罪过。黑翼，本王命你此去边境，一切以云峦为尊，她的命就是你的命，一定要护她平安归来。属下领命。若四小姐有事，黑翼绝不速活。小梅，你这是去哪儿了？怎么弄成这副样子？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？大嫂，我没事，现在请你立刻去把母亲请来。母亲，她这会儿刚歇下，立刻去，就说云家大难临头，刻不容缓。鸾儿，你这是什么样子？到底出了什么事？所有人退下，关闭大门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得靠近大厅半步。母亲、大嫂，3日之后，边境将传来800里加急密报，父亲和哥哥被小人暗算，率9万云家军深入黑风峡谷，全军覆没，云家军没了。不，这不可能！公爹和夫君征战沙场多年，怎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？小妹，你是在骗我们，对不对？鸾儿，是谁？是谁要害我云家？是瑞王萧玄瑞，他用禁药控住宋城，逼迫翼王在边境假传密令。母亲、大嫂，这就是一场针对我们云家的必死之局。鸾儿，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做？母亲，只要有您和大嫂在，云家内院就乱不了。只要我们不自乱阵脚，萧玄瑞就休想彻底吞了云家。我今晚便动身赶赴边境，哪怕是抢，我也要把父亲和哥哥的骨血带回来。小妹，你尽管去边境，这将军府的后方有我守着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就绝不让任何魑魅魍魉踏进云家一步，更不会让你有半分后顾之忧。大嫂，云家有你是全家的福分。严嬷嬷，去把我房里暗格里那件用红绸裹着的东西取来。夫人，那可是您最珍视的，您当真要去取？这是先帝御赐的破军长枪。当年我身为巾帼女将，戍守边防，立下赫赫战功，先帝特赐此枪，彰显我云家女将不输儿行的殊荣。平日里，你们姐妹谁碰一下都要挨罚。鸾儿，边境局势如狼似虎，今日母亲将这破军枪赠予你，借先皇余威为你保驾护航。但你给我记住了，万事以你自己的安危为先。云家已经经不起任何失去了，你要平安回来。
带着你父兄一起回来。女儿立誓，定不负母亲所托，无论生死，必待父兄平安归来，护我云家周全。母亲，扶我回去。云家的男人和女儿在前面拼命，我们做妇人的必须死守这将军府，静待他们凯旋。这些是本王麾下最精锐的黑羽卫，从今往后，他们不再听命于本王。属下等拜见新主，誓死效忠云四小姐，护卫云四小姐周全。王爷，我此去边境只是借人，这黑羽卫是王爷的贴身亲卫，我怎能彻底收编？他们的大统领黑翼，我也断不能带走。本王送出去的人，便绝无收回之理。黑羽卫只赠不借，这是本王的心意。云鸾，北境凶险，你要面对的是萧环瑞的10万大军和阴谋诡计，收下他们，本王在京城才能安心。还有黑翼之前对你不敬，当下也跟你数日，你也一并带走吧，他定会护好你。既然王爷如此赤诚相助，云鸾若再推辞，便显得矫情了。好，这股力量我收下了。云鸾，本王愿意做你最坚实的后盾。此去北京，放手去做。本王在京城定会替你稳住大局，也自会查明一切。无论你做出何种举动，哪怕在边境亲手斩杀了萧玄瑞，本王亦能为你善后，平息一切。杀皇子可是大罪，他萧庭燕竟然因为了我抗下这等滔天大祸。多谢王爷，但一刀杀了萧玄瑞，未免太便宜他了。他最在乎的是他的皇位，他的权势，他的野心。我要一步一步亲手捏碎他所有的希望，让他自食恶果，受尽折磨而死。况且云家誓守边疆，是为了南除百姓。若因杀一皇子而引发朝堂内战，致使百姓流离失所，我云家便是千古罪人。好一个心怀天下的云四小姐，本王果真没有看错你。夜里风寒，别冻着，本王在京城等你的好消息，多保重。王爷，保重。黑羽卫听令，随我连夜奔赴边境。出发！云四小姐，大雪封路，马匹已经快到极限了。你已经1天1夜没有合眼了，前方不远就是马帮的歇脚点，我们必须换马休整，补充体力。不能停，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我父兄的命，继续走。云鸾，云四小姐，您发烧了，双腿还在流血。四小姐，您就是不爱惜自己的身体，也得想想，若是您还没到边境就倒下了，谁去救大将军？我没事，拿药膏拿给我。上完药，立刻换马继续赶路。黑夜，这是云家军9万将士的性命，我输不起也等不起。大将军，梁国残兵虽被击退，但他们退兵极有章法，不似溃败。这黑风峡谷易入难出，若有埋伏，咱们这9万人可就成了瓮中之鳖了。放肆！梁国敌军已被打得丢盔弃甲，如今正是活捉梁国敌帅的绝佳时机。圣上密令在此，云父亲，你磨磨蹭蹭，莫非要违抗圣命，放虎归山？王爷，家父并非抗命，这黑风峡谷云乃是兵家绝地，贸然深入，恐有全军覆没之险。闭嘴！这里哪有你这个小辈说话的份？云父卿，见圣旨如见圣上，本王只问你一句：这圣上御赐的密令，你接还是不接？你云家军功高震主，难不成连皇上都不放在眼里了？你胡说八道！我云家满门忠烈，皇上终究还是忌惮我云家。今日若是不入这谷，通敌造反的罪名便会立刻扣在云家头上。为了9万将士和留守的妇孺，这一遭我必须走。臣云父卿，领旨。全军听令，进谷。诺。
他了！巨石把退路封死了。我的内力也没了，浑身提不起劲儿。父亲，药！我们的饮水和干粮里被下了软毒。云父亲，送你上西天！哈哈哈哈！大将军，别挣扎了，今天就是你们云家军的葬身之所。韩琦、周成，你们这两个丧尽天良的畜生！我父亲待你们如同手足，你们竟然在军中下毒，不暗算同袍！手足，二公子，别说的那么好听。15年了，我们在战场上流的血不比云父亲少，可凭什么所有的功劳、所有的荣光都是你们云家的？屈居人下，周成，当年是谁求皇上保下你家九族？是谁在你重伤退役时自掏腰包给你提携你重回军中？周成，韩琦，本将甚至已经向圣上请旨，欲将这北境军权一分为3，交予你们。你们为何会被野心蒙蔽到如此地步？一分为3，哪有独掌北境来的痛快？瑞王和翼王殿下已经答应我们，只要云家军一死，这北境就是我们说了算。大将军识时务者为俊杰，这场局是瑞王和翼王殿下联手设下的，甚至连朝廷都默认了。怪就怪你功高震主，还不肯站队吧？鸾儿，爹错了，爹不该执迷不悟，害了这9万出生入死的兄弟啊！放箭，一个不留！云家军的兄弟们，今日虽身陷绝地，但我们生是南楚的魂，死是云家的将，随我冲锋，给孩子们撕开一条生路！父亲，你有重伤，退后！顺儿、凤儿，带着能动弹的兄弟冲出去，告诉鸾儿，云家军没有通敌，没有造反。父亲！周成，你伙同韩琦，将9万同袍诱入死地，你午夜梦回，就不怕遭到天谴吗？天谴？大公子，你未免太天真了。要怪就怪你爹云父亲功高震主，惹得圣上夜不能寐。你胡说！圣上怎会？有什么不会的？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若无圣上对云家的忌惮与默许，单凭瑞王殿下，怎敢布下这黑风峡谷的绝杀之局？萧玄瑞，果然是他在背后作祟。二公子，不仅是瑞王，还有翼王殿下。翼王亲自带兵堵在谷口，你们真当他还是那个端方的中立王爷？翼王宠妻如命，为人向来清正，怎会甘愿沦为萧玄瑞的爪牙？清正，那是他没被捏住7寸。瑞王殿下用禁药控制了翼王妃的亲弟弟宋城，翼王再清高，为了妻子也得乖乖奉命布下这天衣无缝的局。等你们全部死在这谷里，通敌叛国的罪名就会立刻扣在云家头上。到时候，100年镇国将军府将彻底灰飞烟灭。都给我把兵刃拿起来！大将军战死是为了护我们周全，云家军的字典里没有认输2个字。我大哥说的对，父亲倒下了，还有我们，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在，就绝不能让这军旗倒下。给我杀，一个不留，把他们全部剁成肉酱！大公子、二公子，将士们中毒太深，大伙快撑不住了。撑不住也得撑！想想我们在京城的妻儿，想想我们身后的百年云家。我小妹云鸾已经得知了阴谋，她一定会带兵来救我们的。盾牌守在最外侧，接防御阵型，哪怕是用我们的血肉，也必须把这个阵型给我守住了。对，我们等4小姐来，4小姐一定会来的。死守阵地，等4小姐来。杀！萧玄瑞借着皇上对功高善宗的忌讳，假借密令将我父兄诱入黑风山谷，外围由翼王亲率20万大军严密封锁，坐镇督战。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死局。不仅如此，属下刚刚查明，
这北境大营的副将韩袭也早已叛变投敌，切断了军营与大将军的所有联络。韩袭，云家的叛徒都该死！魏明等人的口供可都画押了。回王爷，魏明等余党已尽数招供。萧玄瑞多年来勾结外敌，私控朝廷金药快活松，构陷云父卿的罪证已全部核实。很好，证据链已锁死，即刻启动京城所有暗线，将萧玄瑞的心腹眼线全部抓捕。本王要在京城彻底控住局势，绝不给萧玄瑞狗急还枪作乱的机会。云峦在前方破局，本王定为他守好这后方。是。乡亲们放心，大将军神勇大胜在即，梁国残兵已是瓮中之鳖，大家且回家静候佳音。可韩将军，怎么今天这战鼓响得如此凄凉？思量，当然凄凉。云父卿和9万云家军早就化为灰烬了。四小姐，你做什么？韩琦，我父兄如今身在何处？四小姐误会了，大将军安然无恙，正在谷中大胜敌军呢。还敢敷衍我！翼王亲率20万大军在外围封锁，你们是要将我9万云家军赶尽深绝？说，谷内情况到底如何？我说，翼王带了重兵封锁了峡谷所有退路，还下了毒。他们已经在里面被围剿4个时辰了，撑不住了。乱臣贼子，死不足惜！韩琦暗中投靠瑞王，协助他构陷大将军与云家军。他们用毒药废了3军内力，又让翼王率20万大军封锁黑风峡谷，要将我们的袍仔尽数坑杀。狗朝廷，狗大皇子！大将军为了护卫边境流尽了血，他们竟在背后捅刀子！不能让大将军白白送命，誓死追随四小姐去峡谷救回兄弟们！不怕死的，跟我走，踏平黑风峡谷！大门堵死了，根本搬不动，怎么办？黑衣，用火药，给我把这里炸开！属下领命。云深，去死吧！叛贼而敢！云峦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来取你的狗命！小妹，你终于来了。可是父亲他已经……女儿来晚了，爹，你睁开眼看看女儿啊！云峦，云家军，你们竟然活下来了！周成他们是干什么吃的？翼王，你为了一己之私，甘当萧玄瑞的走狗。你手持圣旨逼我父兄入谷，害死我父亲与无数将士，你该当何罪？本王也是被逼的。萧玄瑞给宋城下了快活伞，本王若不从，本王的王妃，本王未出世的孩子，还有宋家满门都要死。你的家人是命，我9万云家军将士的命就不是命吗？我父亲为了南充守了一辈子国门，他何错之有？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，这是皇上的意思，本王有什么办法？那今日我便替天行道，送你上路。保护王爷！你竟敢弑王！这一枪是替我父亲和死去的兄弟们讨的。兄弟们，收敛同旁尸骨，清点粮草，我们回京告御状，为大将军讨回公道。回京讨回公道！
魏明，本王已经拿到了你名下所有的暗账，包括你在外司控禁药、暗中替萧玄瑞培植私兵的所有铁证。殿下饶命啊！小人什么都抄。瑞王殿下早就勾结了朝中数位重臣，贪污了前线大半的军饷。只要云家军一倒，他就会立刻上奏，污蔑云父卿通敌卖国，将边境城池白白拱手送给梁国，以此作为他登基的政治筹码。果真是狼子野心！黑羽卫听令，属下在。将魏明的口供与这些年搜集的萧玄瑞结党营私、贪污军饷的所有暗账悉数整理好，调动本王在京城能控制的所有禁军，封锁皇城各处要道，绝不给萧玄瑞任何逼宫逃窜的机会。是。云鸾，本王已经在京城布好了局，你只管带着大将军回家。接下来的血海深仇，本王替你一起报。父皇，燕王私设公堂，无端抓捕朝廷命官，此乃结党擅权，目无王法。儿臣怀疑燕王是有意在为边境那通敌叛国的云家打掩护。瑞王殿下急着给本王扣帽子，莫非是心虚了？本王心虚什么？本王只知道，云父卿在北境贪功冒进，致使9万大军危在旦夕，这通敌之罪。皇兄，臣弟之所以审问魏明，是因为魏明深度参与了北境的一场惊天阴谋。瑞王口口声声说云家通敌，可臣弟手里这份魏明的亲笔供状，以及这些年瑞王私控朝廷禁药、贪污前线军饷的暗账，却指明了真正的通敌叛逆另有其人。混账！萧桓瑞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父皇，这是污蔑，是燕王伪造的罪证，想要构陷儿臣啊！瑞王殿下，局势已定，你还是省省力气，想想待会儿在云家军面前该怎么认罪吧。本王来接你和大将军回家。王爷，我把父亲带回来了，可是他已经不能再睁开眼看看这南楚的山奢了。云老将军的阴魂在看着我们，本王在京城的网已经彻底收紧，萧玄瑞的所有羽翼都已被本王接触，魏明的供词他的暗账尽在本王手中。好，今日我便在金銮殿上当着天下人的面剥了他的黄子皮，抽了他的谋逆骨。臣女云鸾携先皇御赐长枪，待我父云父卿，待我9万长眠在黑风峡谷的云家军将士向陛下告御状。云鸾，你这个通敌叛国的妖女，竟敢在金銮殿上胡言乱语！萧玄瑞，你利用陛下对功高慎宗的忌嫌，假借密令将我父兄诱入黑风峡谷，这是翼王临死前亲手签下的认罪书。你用禁药控制宋城，胁迫翼王当你的走狗。你收买副将周成、韩琦，在9万大军饮水里下毒，让他们内力尽失，最后用毒烟羽箭全歼我9万阴魂。你通敌谋逆，构陷忠良，其心可诛。皇兄，这是萧玄瑞这些年私控禁药、吞噬军饷、培植私兵企图谋反的全部铁证，证据确凿，请皇兄严惩叛逆，还云家公道，还天理公道。逆子，你这个畜生！你竟然为了一己私欲，害死朕的9万大军，害死镇国将军！你是要造反吗？父皇饶命！瑞王萧玄瑞通敌叛国，构陷忠臣，按南楚律例当斩。大皇子通敌谋逆，铁证如山，请陛下严惩，还大将军公道。来人，剥去萧玄瑞皇子服饰，打入死牢，3日后午门斩首示众。遵旨。抄没其所有党有家产，平反云父卿及9万云家军冤屈，追封云父卿为忠烈镇国公。云家军将士皆入忠烈祠，享万世香火。云鸾，大仇得报，大将军可以安息了。爹，哥哥，还有9万死去的兄弟，云鸾终于带你们回家了。这一世，我终究没有让悲剧重演。